我们这节课程呢，要来学习卷线绣以及卷线绣的一些变化型。在我们刺绣之前呢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，并不是所有的手缝针都可以拿来做这个技巧的。卷线绣呢，因为它的线材呢要在手缝针上绕非常多的线圈，所以长度上来说会有限制。使用的长度会比我们一般的手缝针来得更长，越长呢就可以绕更多的线圈上去。一般来说呢，30圈以内大概是这2支的长度，约5到6公分。那超过30圈以上的话呢，就建议是大概是这一支约7公分左右。再来呢，为了让针可以顺利的通过绕线的线圈，手缝针的这个针眼头呢，通常要和它的身体一样宽。像这支呢，针眼头比它的身体还要大很多的话呢，就比较不适合拿来做卷线绣，线圈呢会卡在头部的地方拔不出来。但是这个头呢，要注意一下哦，它的针眼呢也不能过小，过小的话呢，我们线会穿不进手缝针里面。通常呢会挑这种，它的针眼呢是细长型的，比较方便穿线。像这个针眼呢就有点太小了，那这一款呢是勉强还可以穿6股的棉线。我们用错针呢，就会让你的刺绣过程非常的不顺畅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针的类型。通常这类的针呢，我们会使用制帽针或者是织补针。那织补针呢，它有分短款跟长款，通常呢是选用长款的织补针。我们先来示范最基本的躺平型的卷线绣。这里呢，我们使用6股棉线，曲线呢一样是不要超过你的半个手臂长。那我们打完结之后呢，就可以出针。假设呢，我们现在是要绣这一段的长度 A 点到 B 点，大概是1公分左右。那么我们一般呢，比较常看到的教学方式呢，都是先从 A 点出针，然后呢 B 点进针之后，再把你的针从 A 点出来，但是针呢不要完全拔出来，是卡在布面上的。这个方式呢有非常多细节需要注意。第一点呢，因为你把针卡在布面上，这一段距离呢，我们要绣的1公分呢，相当于把你的针缩小1公分了，能绕线的圈数呢就相对的减少了。再来呢，这个针卡在布面上，老实说，绕线呢是非常动作受限的，比较不方便。再来呢，我们在绕线的途中，如果你针稍微有一点晃动什么的，就会比较容易去破坏你的布料，可能会有把布料的孔洞扩大的风险。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会建议是 A 点出来之后呢，我们 B 点进针，把针完全拉出来到布面下，我们再从 A 点出来。A 点出来之后呢，大概留一点点的距离之后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绕线了。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好活动的，并且呢也比较不容易去破坏你的布料。那我们现在手缝针呢卡在 A 点的这个地方，那我们要把留在布面上的这个线圈呢，对你的手缝针做绕线的动作。那在这边呢，方向呢有顺时针或逆时针，其实呢是没什么差异的。虽然有些教学方式呢会写到绕线方向跟你的线材是 S 或 Z 的捻线方向是有差的，但是呢，老实说，我们在刺绣的过程中，这个线材呢一般来说是蛮容易就直接散开，像这样子。那我们不管绕顺时针或逆时针，老实说是没什么差别了。线材如果散开的状态下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扭出想要的纹理，想要 Z 方向扭线或者是 S 方向扭线都是可以的。像我个人呢，会 Z 方向扭线扭出纹理之后呢，再顺时针的绕线。如果刚刚是 S 方向扭线，就逆时针绕线。那我们刚开始绕个几圈呢，先整理一下，再看一下你所需要的长度够不够，我们再继续绕，还不太够。那我们在这边绕线的时候呢，松紧度要特别注意一下，不可以过紧，也不可以过松。那这边呢，可能还差个几圈。通常呢，我不会绕到刚刚好的长度，我会再多加个1到2圈。因为我们推紧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力道控制不好，推太紧的话，如果你线圈绕得刚刚好，就可能会不太够。这个绕线的线圈呢，已经够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针了。那出针的话呢，如果你刚刚有绕太紧，不好出针的话，我们刚是顺时针的去绕这个线圈，那你可以逆时针的去稍微放松一下它。放松一下呢，我们让手缝针可以慢慢的拔出来。
那现在手缝针完全的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线圈呢有没有需要整理的地方。那像现在呢，下半部可能比较松，上半部比较紧，那我们就用顺时针的方式呢去稍微整理一下。如果太紧的话，就是逆时针把它放松一点点；太松的话，我们就顺时针的去扭紧一点点。OK， 那现在线圈整理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把这些线呢全部都拉紧。那我们要先拉紧 B 点的这一条线，拉紧 B 点这条线呢，让它先漂亮的躺平在布面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拉紧手缝针的这一段线。在这过程中呢，我们就尽量先扶着我们刚刚整理好的线圈，不要让它在拉线的过程中跑掉了。那我们不停的拉紧之后呢，现在就完成了这一段的卷线绣。那再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整理的地方。都不需要整理之后呢，我们就在 B 点再度的进针，这样呢就完成了我们最基本款的卷线绣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做卷线绣的变化型。那第二种呢是拱形的结构。拱形的结构呢有2种方式。假设我们在 AB 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去增加我们的绕线圈数，那它也是可以像这样子拱形的站起来，或者是我们的绕线圈数不变呢，但是把 AB 的长度去缩短的话，这样呢也是可以形成一个拱形的结构。那么我们来试试看，这边呢 AB 长度就不做变化了，我们去增加绕线的圈数，让我们的这条毛毛虫站起来，一样是从 A 点出针 ，B 点进针后，把你的手缝针完全拉到布面下，再来A 点进针，我们的手缝针呢大概留1公分的距离，让我们手指可以捏住的长度就 OK 了。我们一样是 Z 方向去扭转线材，再顺时针的去绕线。那绕线的时候呢，注意我们绕的松紧度。现在呢绕到刚刚好的长度，这时候呢我们要增加绕线的圈数，大概增加个 0.5 倍好了。差不多是这个长度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手缝针给拔出来了。那如果有觉得不好拔的情况，太紧的话，我们就逆时针去放松一下你的线圈。这时候呢，手缝针完全拔出来之后，先放在旁边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线圈有没有需要整理的地方。那我们这个线圈整理呢，主要是看一下它的松紧度有没有均匀。那这样子的程度呢是 OK 的。我们接着呢，就要先把 B 点的这一段线呢，先完全拉紧，拉到布面下。这个步骤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已经整理好的线圈呢，好好的被固定住，不要乱动。那拉紧这个 B 点的线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手扶着你的绕线整理好的线圈。那我们布面上手缝针这段线呢，就可以逐渐的让它拉紧。那拉紧之后呢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一段线呢，因为绕线圈数变多，它就会呈现拱形站立的状态。那么我们想要让它躺下来呢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要躺下来的话呢，就需要加上固定的小短线去让它躺平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从 B 点进针，先结束这一段卷线绣。如果现在要让它躺平的状态呢，我们可能在中间段的部分呢，去让它固定一下。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一段卷线绣呢就可以呈现躺平的状态了。我们接着可以进行收针。我们来看卷线绣最后一个变化型是这种有点像圈圈的形状。那这个圈圈呢，你可以让它不要像是正圆，也可以像是这种圆形，或者是你可以扭转它，都可以。最主要就是要形成一个圈的环形。那刚刚呢，我们 A、B 点呢都是分开的。进出针呢都是不同一个点，那现在呢，你要形成一个圆形、一个闭环的话，我们 A、B 点呢就要变成同一个点。那我们一样在 A 点出针，这时候呢，我们不需要 B 点了 ，B 点呢就是 A 点的地方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手缝针放平在布面上，靠近 A 点的位置，就可以直接绕线了。那通常要做这种环形的结构呢，至少大概是要蛮多的圈数，大概30圈。这种环形的结构呢，通常你需要的手缝针就会相对长一点点。那我们先大概再多绕个几圈好了，那差不多这样的长度，我们呢接着就可以把我们的手缝针给
拔出来了。那如果太紧的话，记得放松一下。手缝针呢，把它拔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整理我们的线圈，看是需要再更紧或是更松。重点呢是保持它的均匀度。那现在呢，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线呢拉紧就可以了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继续把我们的线给拉紧，一直拉到头尾呢变成同一个点。我们越拉呢，这个点就会开始越靠近。那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线圈。那整理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点 A 点进针，这样呢就完成了我们环形的卷线袖。我们一样可以再加固定的小短线呢，看是要怎么固定它，像这个形状或是正圆形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来用正圆形固定好了。正圆形的话呢，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点的固定的小短线。OK， 那我这边差不多固定4个点，那我们是视情况看需要几个点去固定它，这样呢它就完全的躺平在布面上。那这个没有固定的话呢，它还是可以像这样子立体的凸起来。卷线袖这部分呢，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，用不同粗细度的线材。那当你的这个线呢用得越粗，你做出来的这条毛毛虫呢也会相对比较粗。当然呢，也可以去针对线的材质上去做变化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呢，像这个技法呢，通常呢是比较适合用在不透明的布料上。那像现在呢是透明的面料，下面的这一些线基呢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的。如果你要用透明的面料呢，那建议旁边呢设计上呢要再规划一些遮蔽物，去把这些线呢挡住。那我们卷线袖呢，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在于整理线圈这部分。有经过整理的线圈呢，它的纹理感呢都是相对比较漂亮，会比较明显。那卷线袖呢，我们后面实际应用呢会做到，就不特别安排在作业中了。但是圈圈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可以自主的练习看看。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边啦。